你是外送平台的使用者嗎？不管你是叫過外送，或者是你經營的餐廳有跟外送平台合作，又或者你是跑外送的外送員，在外送平台所建構的市場當中，很多人都已經成為這個平台經濟的參與者。隨着生活習慣的改變，外送平台所提供的服務也早就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當中。根據2025年11月的最新統計，台灣活躍的外送員人數已經達到15萬人。這群擁有10幾萬票源的外送員，自然也成為各個政黨積極爭取或者是不願意得罪的對象。從大罷免前後，外送員團體不斷對各政黨持續游說的壓力下，勞動部終於也在上個禮拜預告制定《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草案，簡稱外送專法的草案作為回應。除此之外呢，各個黨團也紛紛在立法院裡面提出自家的專法版本。沒有錯，這一集我就是要來講外送專法的事情。你知道外送專法的草案有多離譜嗎？太離譜了！那外送專法的草案又會對外送市場造成什麼後果嗎？除非你完全不用外送平台的服務，否則如果你覺得反正我又不跑外送，我沒差，那就大錯特錯了。一個錯誤的法律會破壞市場，而外送市場被破壞的最直接影響，當然就是全體參與者以及使用者都受害。所以有人說這個專法會造成4輸的局面，哪4輸？就是包含外送員、合作店家、消費者以及平台都是受害者。開頭先說結論，目前勞動部提出的外送專法草案，創造出一種超越勞工的存在，就是跟平台間成立外送服務契約的外送員。專法說他們跟平台之間，除非另外簽訂僱傭契約，否則不是僱傭關係。但是雖然不是僱傭關係，也就是平台雖然不是外送員的僱主，但是平台卻要負擔許多僱主才要負擔的責任。例如說要保障外送員每小時的報酬不能低於最低工資法所定的時薪的 1.25 倍哦。外送員可以隨便選一個他有註冊加入的平台，去要求那個平台負擔他的災保費用哦。但是與此同時呢，平台不能對外送員進行任何的指揮監督，不能強制外送員排班，不能違反外送員的意願要求他們上線，不能強制外送員接單，也不能因為外送員拒絕接單或者下線不跑而給予他們任何的不利益對待。例如說接下來就少派單給他們。平台更只有在外送员違反法律的情形下可以跟外送員解約哦。但是相反的，外送員只要認為平台有違反專法，對他們做不利益對待的情形，就能跟平台解約，並且請求補償。難怪啊，草案要強調說外送員跟平台兩者之間不是僱傭關係，因為這個根本已經超越僱傭關係了。這個法律的衡平性真的該打大大的問號哦，它的規制正當性更是說得不清不楚。院版的草案尚且如此，各個政黨、各個黨團爭相加衝的版本，它的荒謬程度這邊可以預告，想必更精彩，想必更驚人。只是我這邊也要幫勞動部說一句話啦，藍白現在鐵了心要推外送專法了，勞動部不可能不跟嘛，所以我這邊其實也不是責怪勞動部要去推這個外送專法的意思。尤其是我看了幾個草案的版本哦，勞動部版本的草案其實已經比藍白那種加衝加到爆的版本啊，已經做了許多權衡跟妥協了啦。例如勞動部版至少也沒有要求平台業者投保勞健保嘛，而只是限於勞保的職災保險而已。而且勞動部的版本至少也沒有要求說外送員上線等單的時間也要計入報酬，不然大家以後全部都注冊一個平台賬號，大家都在線等就好了。但是目前的國會環境下，最後通過的會是勞動部的版本嗎？想必不是嘛，想必是藍白那種加衝加到爆，為了迎合利益團體什麼都加進去的版本啊。他們這邊亂定，然後又不用負擔任何的後果，這個才是可怕的地方啊。那在立法之後，對台灣的外送環境究竟是注意或者是扼殺與破壞，其實這也都可以預料了啦。有人說廖律師，你為什麼要淌這個渾水？沒有為什麼，因為我討厭聽人家胡扯，而且當胡扯的人說話特別大聲的時候，又到處去請了各個政黨，好像大家欠他們一樣的時候，這更討厭。我講的不是外送員哦，而是當中特定的群體，所以不要亂扣我帽子。我跟大家說，外送專法的討論真正的問題是什麼？就是有一群搞不清楚狀況的人在那邊喊得最大聲，他們那邊混淆不同層次的討論，然後那邊既要又要，但是講不出個所以然，講到最後就只剩下說我在保護勞權，你是資方走狗，只剩下這樣的口水而已。但說真的，民主社會跟資本主義的發展本來就是靠法律保護私有財產啊，那個法律要保護的私人，同
同時包含勞方，也包含資方，同時也包含其他各種經濟形態啊，還有包含承攬啊，不全然就是勞資二元論嘛？到底是誰規定說討論法律就不能站在保護資方的立場來談，一定要全然站在打擊資本家才叫做保護人權？況且啦，我是日本神戶大學的競爭法博士，我站的也不是資方，我站的叫自由市場那一方啦。那群人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就是什麼東西都以保護勞權當成道德制高點，因為他們不懂行政管制，不懂競爭法，也不懂市場機制，所以當人家問他說，你的管制目的、你的管制正当性是什麼的時候，他們永遠只能拿出我在保護勞工這個答案。也因此，他們得把外送員當成是勞工來看待，必須把這件事情當成前提，但他們又同時忽視了外送員不用負擔的一般勞動關係下面的義務。那在此前提下，他又想要把最低價格跟基本工資的概念強行掛鈎，其實殊不知這樣子除了自己把自己的路走狹隘了之外呢，更没有辦法達到最終的目的了，而且很有可能會破壞市場的運作，造成包括平台、消費者、店家還有外送員四輸的局面。討論外送專法，不必以外送員作為勞工為前提，舉凡平台的透明度或者平台申訴機制的強化，甚至於課予平台以及平台的參與者、利用者有協商的義務，不管跟哪一方，這個都不必要以雙方之間是勞動契約為前提啊。我作為 FB 跟 YT 的平台創作者，難道我是 FB 跟 YT 的勞工嗎？使用平台的餐飲店難道也是平台的勞工嗎？當然不是嘛。但是難道會因為平台的參與者不是勞工，法律就不能做平台監理嗎？當然也不是，這兩者根本就沒有半毛關係嘛。那為什麼那一群人一定要死抱着勞工身份這個概念呢？而且要以維護勞權作為唯一號召的理由呢？其實他們最大想要做的就是要求保障外送員的最低待遇，也就是現在吵得最凶的強制規定外送員的每單最低價格。那在他們想象當中，只有抓穩了保障勞工這個立場，才能去類推勞工最低薪資的概念，去爭取每單最低的單價。這邊有個問題值得大家思考哦。如果法律要強制規定平台給外送員的每單最低單價，也就是價格下限，這個正當化的管制理由是什麼？是平台賺太多了嗎？這個理由是那一群人最常說的。他們說平台從消費者跟店家兩頭賺，然後同時又剝削外送員，不斷調低外送員的報酬。總之平台很可惡啊。什麼是賺太多？他們說因為平台在這段交易裡面什麼都沒有付出啊，只負責提供平台，就那邊收錢，所以叫他賺太多，就是不義之財。但是這個說法正確嗎？這個說法，這個帽子可以戴到任何一個交易型的中介平台頭上。這一類的平台提供的其實就是一個交易的場域啊，以及媒介交易的機會啊。透過創建維護這樣的交易場域，去媒介完成交易，並且完成金流的處理，其實就是這一類平台的生意。難道這一類平台就是懷璧其罪，賺的錢都是不義之財嗎？這個論點毫無邏輯，而且破碎不堪嘛。他們連成本，連同類平台的利潤比較都沒有拿出來，就只憑感覺說，因為平台什麼都沒有付出，所以就要賺太多。這個顯然不是這樣子嘛。平台也有自己的營運成本啊。再說了，法律什麼時候去管企業是不是賺太多了？企業獲利，國家收稅，這個難道不是健康的狀態嗎？不然什麼樣的水準叫做賺的不多不少剛剛好？法律或者國家要介入要監理的，其實只有當這一類的企業擁有一定的市場地位，獲取豐厚的報酬的同時呢，利用既有的優勢去扭曲市場，去排除新進競爭者進入市場，來維持自己的優勢，來賺更多。如果這些都沒有，單純的過高定價是不是不法行為？不是啊。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如果市場覺得這是過高定價的時候，反而可以促進新的競爭者進入市場，它是一個新一輪的技術競爭或者價格競爭的火花。那如果賺太多不是最低單價的理由，然後同時也不該用最低工資來思考的時候，那到底有什麼理由或者論點可以給予類似的限制？他們想不到。但我可以告訴你们，那就只有可能是秩序行政下面的管制措施，就如同对計程車的費率做管制一樣。他們也很愛講計程車的起跳價啦，但是每次都把計程車的最低起跳價理解成所謂的保障最低工資，根本都胡亂理解一通。為什麼公路法管制計程車的費率，而且去設定一個最低的起跳價？真正的原因，我前幾天文章也有寫，是因為計程車是準公共交通的一環，所以要透過行政管制的手段去維持一定的服務品質，包含避免削價競爭，避免價格過低，那司機搶單或者密集或者長時間跑太多趟次，造成交通事故。同樣的道理，如果外送的單價低過了一個臨界值，是不是有可能造成外送員搶單密集接單、長時間接單，造
造成疲勞駕駛，造成搶快、不遵守交通規則，然後成為交通安全的隱憂。為了避免或減輕這個風險，來採取一定的費率管制措施，這個思路在秩序行政下是可能成立的。但是要在這個脈絡下討論的話，就不可能主張說要跟基本公司掛鈎連結，而且呢，還要通過比例原則的檢驗哦。例如說，這樣的手段跟目的之間到底是不是有關聯性，是不是可以有助於目的的達成，是不是有其他更小的侵害手段。例如說，我平台直接設一個限制，讓你不可以太過密集的接單，讓你接單多久要休息多久，可不可以做到呢？是不是一個更小侵害的手段呢？可以再討論。而且如果在這個脈絡下，平台給外送員更高的報酬或者保證最低的報酬，那它目的是為了要維護交通公共安全的話，很可能成為平台在社會連帶下這個法律上面的特別犧牲。那既然它可能是一種特別犧牲，接下來可能要討論到的就是國家補貼的問題咯，因為這是讓平台去分擔一部分的國家責任嘛，當然不可能全部是平台都要自己承擔成本啊，這也是他們不願意說的啦，就是拿全民的納稅錢的一部分去補貼外送員的最低報酬。這一句話因公美之錘啦，所以就繼續拿平台來割肉啊，把平台形塑成一個純然的惡的一方，然後自己一切的主張就變得如此的理所當然。以上這一些不知道是他們想不到還是不願意提，但是沒有講清楚管制的目的，又混淆不同的概念，是沒有辦法真正解決問題的。我這邊可以參考外國的教訓，西雅圖以及紐約的專法經常被拿來作為積極介入外送價格的代表案例。這兩個城市在立法當時，也就是對外送價格採取直接的價格介入措施，包括設定高於市場平均水準的時薪或者每單最低的報酬標準，並且要求平台不得透過其他扣款或者是算式來回避對外送員的實質保障。從表面上看起來，政策上路之後，外送員的每單收入或者說平均時薪的確呈現提高的趨勢哦，似乎可以解讀成勞動條件改善的大進步，對不對？但是如果觀察整體市場的結構以及參與者的行為，則可以看到法律以價格介入市場之後，如何混亂市場的秩序，而造成包含外送員、合作商家、消費者乃至於平台四輸的局面。為什麼？因為一方面面對營運成本的增加，平台只好採取了縮減外送員接單機會、調整派單機制或者限制新外送員加入等等的方式來控制支出。那外送员們紛紛出現了排隊等上線的情形，導致實際能穩定接單的外送員人數反而下降。那對於那些接單量反而不穩的外送員來說，即使每單報酬提高了，但是整體月收入的成長未必跟着提高啊。那另外一方面，價格上升終究會部分轉嫁到消費者以及餐飲店身上，這是必然。隨着外送服務費用提高，部分消費者選擇減少使用外送服務啊。那部分餐飲店家也因為外送抽成或者服務費等等綜合成本的墊高，而縮減透過外送平台販售的品項或者比例，結果就是市場上的外送訂單總量大幅減少，整體市场的餅变小了。那作為市場參與者的外送員以及合作餐廳的交易機會，當然也隨之減少，收入自然也減少了。這樣真的合乎多數外送員以及餐飲業者的利益嗎？以西雅圖來說，在立外送專法管制外送價格之後，訂單量相比制定專法前下降了30%到45%。大量外送員抱怨說他們無單可接，雖然個別訂單的報酬提高了沒錯，但是總收入卻反而下降，而且等待的時間大幅拉長哦。那餐飲業者也沒有比較好，因為外送費太貴了，導致外送的訂單銳減，許多依靠外送的小型餐館的營收受到重創。那至於消費者，你們想想看，很可能出現說一個漢堡的外送費用竟然超過漢堡價格本身，這當然大幅降低使用意願嘛。這個市場因為法律的介入而失衡的情形，迫使西雅圖市議會不得不立即修法調低費率。要提到紐約，前幾天紐約的專法才被國民黨立委廖偉翔拿出來吹捧一番哦。雖然他名字跟我差一個字，但聽都差就這樣了。紐約市專法的特色就是在基本定價當中，除了考量最低的時薪之外，另外導入利用率的概念，也就是外送員實際進行配送的時間占他們總在線時間的比例。外送員的工作時間被切割成在線等待以及實際配送兩個部分，透過利用率公式來使平台補貼外送員等待時間的報酬。我們這邊不談複雜的公式，但簡單說，就是利用率越低的話，平台實際支付的費率就要越高。他希望透過這樣子的機制來促使平台提高
高派單的效率，同時也讓外送員在等待時間也有一定的補貼。聽起來很棒，對不對？但這個做法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平台為了保證最高的利用率，來避免報酬的溢價，因此嚴格限制在線人數啊。只有當平台確定有足夠的訂單讓外送員保持忙碌的時候，才允許外送員上線。這是剛才講到的在線等的情形。那外送員雖然看起來獲得了最低的報酬保障，甚至連沒有跑單的時間都獲得保障，但是等上線的外送員人數大幅增加，那整體而言，究竟有多少人獲利？以上這些都是那些整天在吹捧國外少數例的專法好棒棒的人不會跟你說的事情。他们只會跟你說，外送員的薪資提升了，但是沒有講的是，平台沒辦法養那麼多專法保護下的外送員啊，所以外送員排隊等上線的時間也變多了，實際有單可以跑的外送員人數變少了，因為價格上升了，消費者使用外送平台的服務大幅減少，餐飲店的收入也隨之減少。這些資訊他們有透露過嗎？沒有。任何經過仔細思考的人，或者只要參考國外案例的人，就能知道，市場價格管制的不良影響絕對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極度容易弄巧成拙，變成扭曲市場機制的結果，最後是整個市場都面臨衰退。不僅平台是輸家，平台的所有利用者，包含消費者、包含餐飲業者，以及原本希望受到保護的外送員，都蒙受其害。真正成熟的政策討論，必須充分了解外送平台的議題，同時牽涉到勞動法、競爭法、秩序行政以及產業政策，沒有任何一個單一價值可以作為道德制高點，要求其他面向的考量都必須為他們退讓。有人說，廖律師，你是律師啊，不是應該保障勞權嗎？怎麼都聽你在幫資方說話，在幫平台說話。其實我不是在幫平台說話，也不是在幫資方說話，而是法律要保障的從來不只是勞權而已。法律希望達成的正義是各方的利益都獲得充分妥適的考量，在這樣充分的考量以及安排下所達到的平衡狀態，才叫做正義。那目前這部邏輯沒辦法自洽又完全失衡的專法，絕對稱不上正義，恐怕只是披着正義外衣的民粹產物。聲量大不代表主張就正確，立法者真的不應該毫無底線的遷就這些主張。如果這部對平台而言高度失衡的專法強行通過了，業者可以做的理性選擇，不外乎就是剛才講到的幾個選項。最壞的情形就是撤出市場，其次則是調高對消費者的服務費或者訂閱費，以及調漲對店家的抽成。而且你們知道嗎？專法要求平台對合作店家或者消費者不能在沒有正當理由下對原本的交易條件做不利益的變更。這個其實不用專法的規定，原本的公平交易法就能處理這個問題了。那專法導致營運成本提升，反而可以成為平台變更交易條件的合理化事由哦。那此外呢，像剛才說的，平台也可能停止部分不賺錢區域的服務啊。那到時候哪些縣市叫不到外送，哪些縣市的外送員將面臨無單可跑的窘境，這些都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真實可能發生的情境，因為這就是在正常合理的商業判斷下所得出來的選項。但是如果面對這些風險或者可能出現的市場失衡，倡議者還是只能喊出說，來，不能接受的爛平台離開或倒了最好這種話的話，那不過是用最廉價的方式去做最不負責任的主張而已。而且他們回避了所有的問題，拒絕討論，拒絕面對所有的問題，這個絕對不是討論公共政策應該有的態度。好了，以上就是關於外送專法我的個人想法，當然也歡迎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也別忘了開啟小鈴鐺，才能接受頻道影片最新的通知。我們下期節目見，拜拜。